叫江继玉，我重生了。我的老公是全球首富，被《时代》杂志评为全球女性最想嫁的男人。我为他生了一儿一女，所有人都说我好福气。可我重生后的第一件事，却是带着离婚协议找到了他的白月光。我要离婚，风林川归你，2个孩子也归你。江继月，你做了风太太6年，现在怎么会主动让出？既然他们那么喜欢你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你只要让风林川签字，等离婚冷静期一过，我就会彻底离开。江继月，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我没玩把戏，只是我受够了。我自少时便倾慕风林川。婚后我倾尽所有去爱，却只换来他的疏离与冷落。林川，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？不用你管。江继月，记住自己的身份，你只不过是我的联姻妻子。我风林川这辈子只爱舒涵一人。我以为只要努力，总会打动风林川。可直到孟舒涵回国，他的目光再也没有离开过他。你们到了学校要按时吃饭，不要挑食。什么垃圾都配往书包里塞！哼，我不吃，我要跟舒涵阿姨一起去吃大餐。对不起妈妈，我也想跟舒涵阿姨一起吃饭。起开！就连孩子也渐渐和我疏远。本以为时间见证真心，却在确诊阿尔茨海默症后，被以静养为由，将我独自遗留在了老宅。喂，林川，今天是我生日，能不能带着孩子？下次再说吧，我们在马尔代夫回不来。你又在搞什么？爸爸，你看我给舒涵阿姨选的发卡好不好看？好，来了。川，你薄情寡心，若有来生，我再也不要为你赔上自己的一生。所以这一次我随你们所愿，这风太太我不当了。江继月，你知道外面有多少女人想坐你的位置吗？知道，所以我成全你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大方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不过你记住，我拿到手的东西就绝不会再让出去。放心，我绝不后悔。喂，林川，我在蓝山咖啡厅，你能过来接我吗？好的，等我10分钟。好，那我等你。舒涵阿姨，月月好想你呀！这是你喜欢的抹茶味蛋糕，我特意让主厨少放了糖。还是你记得最清楚。6年婚姻，他从来不知道我的口味。上辈子住院，他随便买了一个蛋糕，却是我过敏的芒果味。啊，对了，有份文件想让你看一下。我最近看中一栋别墅，现在手头流动资金不够，你能不能？只是缺钱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。林川，还是你对我最好了。爸爸，你在旁边也买一套好不好？我想跟舒涵阿姨住一起，不想跟妈妈天天待在一起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给小玉、月月还有你留3间房，以后想我直接来住就行。舒涵阿姨最好了，如果你是我妈妈就好了。嘿嘿嘿嘿，
回家喽。你在干什么啊？妈妈，你怎么可以乱扔我的东西呢？我们只不过是跟舒涵阿姨玩了一会儿而已，你至于那么生气吗？妈妈，你真小气，舒涵阿姨从来都不会对我们生气。孩子们只是喜欢和舒涵待在一起，你没必要这么生气。我没生气。骗人！你明明就是嫉妒舒涵阿姨，我讨厌你！我要跟舒涵阿姨住在一起。妈妈，舒涵阿姨就从来都不会生气。既然你们都觉得他好，不如趁早把他接过来，让他来照顾你们。江洁月，你确定？非常确定。太好了，有了舒涵阿姨，我们就不需要妈妈你了。爸爸，我们快去接舒涵阿姨回家吧，我都等不及了，我也要去。江洁月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别后悔。很快，我就会如你们所愿，彻底离开你们，离开这个家。林川，这套沙发太沉闷了，我们换套米白色的好不好？按孟小姐说的办。好的，先生。舒涵阿姨，把那套抱枕也换掉好不好？妈妈买的真丑啊。好，都换。夫人，您若是想要抱枕，不如明天我去帮您买2个回来，您何必自己劳累动手呢？月月是过敏体质，她刚出生的时候，一接触到医院的东西，她就浑身起疹子。后来啊，她所有用的东西，我要亲自过手才安心。您真细心。你的手是用来弹钢琴的，这种粗活就让佣人做就可以。舒涵阿姨，我帮你拿包吧。好呀，来。先生和少爷小姐对孟小姐真好，就连夫人都没有过这样的待遇。夫人，少爷和小姐过敏了，救护车刚把他们送去医院。什么？走。江洁月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什么干什么？你不知道他们2个对芒果过敏吗？你为什么要他们喝芒果汁？自从孩子第1次芒果过敏后，我连学校的菜单都要细查。怎么会？我没有，我从来都没有在家里买芒果，我更没有。没有？那是谁？佣人吗？还是他们自己吃芒果找死？孩子醒了，家属可以进去了。小月，怎么回事？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今天只吃了妈妈给的点心。医生叔叔说，点心里边有让我们过敏的芒果。你们说什么？你们说什么？妈妈，你没听清吗？是你给的点心让我们过敏的。小月，你为什么撒谎？小月，真的是这样吗？风月，你们现在立刻把事实真相说出来！够了！江洁月，你就是这样做母亲的吗？你不仅害他们，你还逼他们撒谎。我没有，没有，你连这点担当都没有，你配做什么母亲？爸爸，我好难受。不哭了，爸爸在，爸爸在啊。江洁月，既然你如此不知悔改，就应该自食恶果。我说了我没有。来人，按住他，把芒果汁给他灌下去。
江妓院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打算认错吗？还要继续吗？林川，我真的不知道孩子们对芒果过敏，我只是想给他们榨一杯果汁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知情。要是我早点告诉你实情，你也不会误会江小姐。你们两个怎么能为了袒护我，把这一切都怪到你们妈妈身上呢？舒涵阿姨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只是更喜欢你，不想让你被责怪。妈妈总是管我们，不像你这么温柔。舒涵阿姨，别生气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江女士您好，您预订的飞往云城的单程机票已出票，请问需要为您选座吗？靠窗，谢谢。你和谁打电话呢？你和谁打电话呢？一个朋友。这件事弄错了，是舒涵给他们喝的芒果汁，但他不知情，这件事就算了。给你，算是给你赔罪了。风林川，误会给孩子们喝芒果汁的人是我，你恨不得杀了我，可换成孟舒涵，就换成了一句轻描淡写的不知情。过2天孩子们要去夏令营，我和舒涵陪同，你好好休养。我知道了。这江妓月，往常要是听见不让他参与孩子们的活动，不是会哭闹哀求？这次怎么会如此平静？难道你？公司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谢谢啊。你们看，这是我们的妈妈。哇，你妈妈好漂亮呀！那平时接你们上下学的温柔姐姐是谁啊？那是平时照顾我们的保姆。哦，原来是保姆呀！大家好，我是月月的妈妈。原来这些年我一直都是一个免费保姆。谢谢林川，这条紫钻项链我很喜欢，听说要配100万的货才能买到，其实不必为我花这么多钱的。你喜欢就好。风林川，你送我的道歉礼，不过就是给孟舒涵买紫钻的配货。20天后，您的航班即将起飞。妈妈，这半个月你知道错了没？你是不知道这次夏令营可好玩了。你要是知道错了，下次我们可以考虑带你去给我们拎包哦。舒涵阿姨在运动会上崴了脚，爸爸可心疼了。妈妈，你想去给我们拎包吗？妈妈，你有没有在听呀？爸爸对舒涵阿姨可好了，比你好。吃蛋糕，我要吃，我也要吃。为什么倒掉？糊了，不能吃了。骗人！你骗人！就因为上次夏令营没带你，所以你不给我们吃蛋糕。我们没有你这样的妈妈。
正好，我也没有你们这样的孩子，以后你们想吃什么就去找孟书涵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断绝关系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以后我再也不是你们妈妈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后悔。跟我没有关系，是你自己摔的，别想教训我。这就是我10月怀胎，险些死在手术台上生下的孩子。用力，马上要出来了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保持用力。坚持一下，用力，深呼吸。糟了，产妇胎儿不正，难产大出血。风先生什么时候到？风先生去国外谈并购案了，一丝不放。医生，我求求你，一定要保住我的孩子，求你了，医生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放松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可如今，我拼了命生下的孩子，却成了伤我最深的人。不会了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管你们了，你们爱干嘛就去干嘛。怎么回事？爸爸，妈妈把蛋糕扔了也不给我们吃，还说不要我们了。江继月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的孩子，对自己的亲生女儿说这种话？风林川，我什么时候配？在你眼里，我不就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吗？既然你想要的妻子是孟书涵，2个孩子也只想让她做妈。好啊，那我退位，成全你们一家4口。继月，你别忘了，封江2家本就是联姻合作，我们从来就没有感情。你要我给你什么？爱你，钱我给不了。是啊，是我蠢，是我笨，我居然一直想把你这尊神旗拉下神坛。风林川确实曾被人拉下来，但那个牵住他的手不是我爸。你好了，林川，孩子们都吓坏了，我们先带他们上楼吧，还得给他们准备5天后的生日宴会呢。走。走。这一世绝不会再重蹈覆辙，从今往后只为自己而活。恭喜恭喜！哎呀，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。这风总自大学便将孟小姐宠得热烈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眼里还是只有孟小姐。是啊，2个孩子也随了他，眼里只有孟书涵。白月光就是白月光，哪怕没有妻子的名分，也永远是最重要的那个人。有些人啊，绞尽脑汁嫁进来，生了孩子又怎样？还是得不到丈夫的心。我看她这辈子注定孤独一生。离婚冷静期还有5天就到了，你会遵守约定离开的吗？当然，我比谁都希望能尽快离开。那就好，你放心，我会替你照顾好这个家的。反正林川和孩子们都不喜欢，他们很快就会忘记你。出过场了，马上到，能听到吗？林
人还好吗？快救我！我在被车杀了！林川，救救我！林川，救救我！林川，舒涵，林川，风总，两位小姐腿都受伤了，失血过多，情况危急，现在只能救一个人，要先救谁？风总，两位小姐腿都受伤了，失血过多，情况危急，现在只能救一个人，要先救谁？林川，救我！林川，你快救救我！救舒涵！先救舒涵阿姨，快救她！救她！风总，另一位小姐受伤更严重，我们建议先救。我说了，救舒涵。醒了，你还挺坚强，肋骨断了3根，差点没命，居然恢复的还不错，简直就是个奇迹啊！先救舒涵阿姨，快救她！救她！我说了，救舒涵。恢复的很不错，马上就可以出院了。这风总呢？怎么这几天都没见他过来啊？风总，舒涵以后还要跳舞，我不能让他有事，所以只能委屈你了。你是家庭主妇，以后不管是残了还是瘸了，我都能养你一辈子。方林川，如果哪天我死了，你会在意吗？江霁月，我没空陪你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。这是补偿。方林川，喂，林川，我和孩子们在餐厅等你，有惊喜哦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你出院以后，会有车来接你。别再闹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好好把我们两个孩子抚养长大，你永远都是丰台人。喂，王妈，帮我把行李打包送到机场。好的，夫人。再见了，方林川。离婚协议已经生效，那些为爱卑微的日子，就让它随着这架飞机永远消失在九霄云外。方林川，你和孩子我都不要了。江霁月，我陈山怎么回事？先生，夫人她已经1个月没有回来了。没回来？她还没出院？夫人她早就已经出院了，还让王妈把她的行李从别墅搬走了。搬走了？好你个江霁月，还学会离家出走了呢。好啊，我看你能坚持多久。哼。作业本怎么找不着了？快给我找找！
爸爸，我不想上学了，老师总是批评我迟到。爸爸，我的作业本找不到了，我也不想去上学了。先生，现在家里一片混乱，您看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夫人？不必了，从今天起，家里事务全权交给舒涵负责。好的，先生。江继月，你以为这样就能拿捏我？我不相信你真敢违背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只要你乖乖回来，我可以原谅你最后一次。不是提前说了我今天有应酬，为什么醒酒汤不好好准备？抱歉，先生，醒酒汤以前都是夫人亲自购买食材，自己守在厨房好几个小时煮好的，从来没让我们插手过。算了，舒涵呢？舒涵小姐早就已经是着，还特意吩咐让我们不要打扰她。先生，要不我试着？不用了，你去休息吧。反正过不了2天，等江继月把小性子耍完了，自然就会回来了。等他回来，一切就会恢复原样了。夫人，少爷和小姐最近总是逃课，老师的电话已经打到家里了，说希望先生和您能多管管孩子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这事儿我会处理的。林川工作很忙，这事就不要告诉他了，我不想让他费心。不是啊，你还真打算管那2个臭拖油瓶啊？我说你嫁个钻石王老五就够好了，就是那俩小孩，真是太烦了。谁说我要管他们了？我巴不得把他俩养废，到时候家产就是我的。喂，老师啊，最近2天我们家孩子就不去学校了，不用你费心。我们家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，他们不用对学校太上心。可是另外啊，孩子爸爸工作很忙，有什么事儿你直接来和我说就行了，不用再去找他。舒涵阿姨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好想你呀！知道了，我还有事儿要忙，你们俩先自己玩。不要，我要跟你一起玩。你以为你在跟谁叫嚷呢？我很快就要嫁给你爸爸，成为这个家的新女主人。你爸爸根本就不喜欢你那个没出息的妈，连带着你们，很快也会被他讨厌。记住，以后在这个家里只能听我的，要再敢跟我大呼小叫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工作忙完了，舍得回来了。前段时间并购案出了一些问题，孩子们呢？平常我一回来，他们第一时间就会过来。今天怎么没见人呢？还不快喝！难道要我哄你们呀？拿着！你们妈妈已经被你们气走了，现在没人惯着你们。他们都已经睡了，放心，他们被我照顾得很好。林川，你不在的这些日子，我好想你啊。我今天有点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
们不开心？你们不开心？烦死了！别哭了，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敢跟林川告状，我就把你最喜欢的玩具全都丢掉，听明白了吗？月月，你想跟爸爸说什么？赶紧吃。你这些天有点忙，月月就想你陪她了。小玉呢？不舒服吗？没有。林川，你别担心，孩子们好着呢，对吧，玉玉？小玉，是发生了什么？不能跟爸爸讲的事吗？我公司有点急事儿，麻烦您过来一趟。公司有事儿，晚点回来陪你们。你们有什么想要的，跟舒涵阿姨说啊。你们爸回来这些天，你们两个给我好好吃饭，好好上学，最好别惹出什么事儿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吃，没出息，跟你们那个妈一样。月月，慢点吃，喝口牛奶，妈妈都吃凉了，小心噎着啊。妈妈，你在哪？月月好想你呀。1个多月了，这些日子不用为爱卑微，不用受尽冷落，重新找回自己的感觉，真好。欢迎光临。请问，有适合5、6岁小孩用的绘本吗？好帅，竞争学长。何止啊，他可是连着2年全年级第1呢。长得那么帅，成绩又好，弹钢琴又弹得那么好。哦，天哪，这是什么神仙下凡啊！江七月，你知道我的名字？昨天你的饭卡落在食堂了，上面有你的名字和照片。谢谢你啊。倾城学长，江七月，好巧啊，这个孩子是你好巧啊，这个孩子是你女啊，我外甥女，张张，快叫姐姐。姐姐好。你好啊，小朋友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绘本？姐姐帮你推荐好不好？姐姐长得好漂亮呀，好像我妈妈呀。我们没有你这样没用的妈妈。姐姐笑起来最好看了，就像我妈妈一样好看。抱歉，程程妈妈前几年因病去世了。没关系，程程，你喜不喜欢童话故事啊？姐姐这里有好多绘本，带你去看看，好不好？好。走。来，程程，看看你喜欢哪个。
你看，小苹果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慢慢长大，变得又香又甜。有一天，小苹果成熟了，扑通一声从树上掉了下来。程程平时很怕生，但对你很亲近。我也很喜欢程程啊。姐姐，那以后我们可以常来吗？当然可以啦，程程要是愿意的话，随时都可以过来。江居，程程还小，你说什么他都会当真的。我也没开玩笑啊。不只是程程，我也会当真的。好了，跟你开个玩笑。程程，都已经一下午了，我们该走了。姐姐再见，姐姐拜拜，下次再见。拜拜。走了。江霁月，你在胡思乱想什么？他那样的人怎么会对你有别的想法？他只是为了程程才这么说的。程程从没去过游乐园，我想带他去玩一玩。可是我是个男人，笨手笨脚的，他这么黏着你，要是你去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就当帮我个忙好不好？可是我……姐姐，咱们去游乐园，去嘛去嘛，你不喜欢我吗？当然不是。程程那么小就没有妈妈了，游乐场不过就几个小时而已。好，我去。哎，那2天后游乐园不见不散。姐姐再见，2天后见。拜拜。程程明明那么可爱，我怎么有种上了贼船的感觉？哇！走，我们去那边。我要那个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怎么样，舅舅厉不厉害？厉害！喜不喜欢？喜欢。程程，听话，妈妈在天上看着程程，她希望程程每天开开心心的。程程，不论程程的妈妈在哪里，她都会守护程程的。姐姐，你能当程程妈妈吗？程程，姐姐会像妈妈一样守护你，但是姐姐不能变成你的妈妈。不能当妈妈的话呢，姐姐给程程当舅妈可以吗？不能当妈妈的话呢，姐姐给程程当舅妈可以吗？程程，舅妈和妈妈一样，
是不能随便乱当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喜欢姐姐，舅舅也喜欢姐姐。姐姐为什么不能当程程的舅妈？舅舅不喜欢姐姐。喜欢呀，舅舅很喜欢姐姐。顾敬城，你说话呀！程程，不要吓到姐姐，给姐姐一点时间考虑好不好？顾敬城，你瞎说什么呢？难道你现在就要答应？太好了，程程有舅妈啦！我考虑考虑，你给我时间考虑一下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家里的事不用烦我。小少爷发烧了，39度5，我们实在担心会出事儿。叫医生了吗？叫了，但孟小姐说不用着急，等她参加完聚会再去说。什么？我马上回去。小月，怎么样了？少爷高烧已经持续4个小时了，再不降烧可能会引发肺炎。怎么会这么严重？早上就觉得小月不对劲，但舒涵平时那么关心孩子，为什么会察觉不到呢？舒涵呢？怎么还没回来？孟小姐说只是小感冒，她参加的宴会还没结束，不好提前回来。林川，你怎么会主动找我呢？风玉发烧快40度，你在干什么？啊，我这就回来。林川，真的对不起啊，我还以为只是普通感冒，我现在就赶回去。林川，最近家里琐事繁多，我又是第一次独立照顾孩子，我真的没有注意到。林川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不知道小玉病得这么重。冯总，小少爷退烧了。小玉，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阿姨恨不得替你受苦。小月怎么会害怕孟舒涵？小月，冯总，公司那边出了点紧急情况，需要您立刻处理。好。或许是我看错了。小月，爸爸要去一趟公司，晚上回来陪你。小兔崽子，还挺能装啊！你害得我连聚会都没参加完。对不起，舒涵阿姨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跟你那个妈一样，只会博取林川的同情。你以后要再敢破坏我的好事，我就……你去干什么？林川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刚刚只是……小月，快跟你爸解释，快！没想到在背地里，你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。不，林川，孟舒涵，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啊！我只是太着急了，我是爱2个孩子的，我以后会好好对他们的。爱，在你眼里打骂威胁就是爱吗？我到底是有多懵，才会没发现自己的孩子活在这样的恐惧中？爸爸，我会听阿姨的话的，求求你别丢下我。小月，别怕，爸爸是不会丢下小月的。孟舒涵，滚出冯家，永远别再出现在我面前！林川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你是爱我的。来人，把他丢出去！林川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们认识20年了，你不能因为这件小事你就这样对我。小事儿，虐待我的孩子是小事儿。说，口红是不是你弄断的？说话！我不敢。说话！
只要喝下这杯牛奶，就算天塌下来也不会醒。这下再也不会有人来烦我。看清楚了，你监视我！你明明是爱我的！我监视的是我的家。先生，我有话要说。说。从他第一次来家做客，就开始挑拨夫人和孩子的关系。啊！你胡说！我没有胡说，我亲耳听见他对小少爷说，你妈妈不让你吃糖是因为不爱你。他还说，只有小少爷和小小姐把夫人赶走，他们才能真正在一起。不巧的是，第二天夫人就从楼梯上摔了下来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林川，你是爱我的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够了！不想听你说任何话，机会从你做这些事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了。爸爸，小月，爸爸，我们错了，我想让妈妈回来。爸爸，淑华阿姨说妈妈不爱我们了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你妈就是不要你了，说不定她现在就在哪个男人怀里躺着。孟书涵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这歪曲事实。风林川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签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购房协议，是江继月亲手给你的离婚协议。我最近看中一栋别墅，现在手头流动资金不够，你能不能？只是缺钱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。现在你们早就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什么？没想到吧？江继月是被你亲手逼走的。风林川，你凭什么觉得一切都是我的错？你自己就清清白白。江继月厌恶我，他更厌恶你。够了！我跟你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跟他说了什么？可是你允许我靠近你跟孩子了呀。我们之间除了没发生关系，哪一件不是亲人之间才做的事？你以为江继月为什么离开？为什么连离婚协议书都让我骗你签？因为他讨厌你。住口！把他给我带出去！方林川，你不能这样跟我！方林川，放开我！方林川，你以为你把我赶走，江继月就会要你吗？做梦！我得不到的，你也别想得到。爸爸妈妈真的和你离婚了吗？他再也不会原谅我们了吗？不会的，妈妈那么爱我们，是不会抛弃我们的。她只是出去散心了，只要我们哄哄她，她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妈妈会原谅我们吗？爸爸，我想跟妈妈说对不起。爸爸现在就给妈妈打电话。江继月，这次算你赢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暂停使用。妈妈，月月想吃你做的蛋糕了，弟弟也发烧了，你快回来好不好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以前不管怎么闹脾气，也不会删除我的微信，不接我的电话的。结婚纪念日就在下个月初，我跟孩子们会准备好礼物，在家等你回来。爸爸妈妈真的会原谅我们吗？每次都是妈妈先低头，这次妈妈一定是在等我们先低头。你们只要给妈妈一些时间就好。江继月，这次一定会好好弥补的。程程呢？他没跟你一起来啊？程程今天在家，我今天过来是特地找你。这个是我亲手做的安神草熏香，也许对你的睡眠有些帮助。我失眠这件事，这些年来连风林川都没有发现，即便现在已经离开，但在深夜我依旧在噩梦中惊醒。你怎么知道我失眠？你忘了？我是医生。你失眠是因为这个吗？
我知道了，你别怕，我马上到。林川，妈打电话过来，让我们回老宅一趟。她身体不好，所以我们……你滚开！没时间陪你演戏。你不想说，我不会追问。但无论什么时候，你想倾诉，我都在。不用了，谢谢。看来我还是没能走进你的心。是不是因为那天在游乐园的事情不舒服？程程只是在开个玩笑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江季月，来日方长，还有很多时间等你对我不再防备。快点进来，别感冒了。抱歉，这么晚打扰到你了。程程发烧了，他一直吵说要见你，只有你讲故事他才能睡着。舅妈姐姐，来，程程不怕啊，姐姐在呢，先乖乖睡觉啊。你淋了那么多雨，怎么不去洗个澡？这毕竟是你家，我不太方便。浴室毕竟是你的私人空间嘛。你这浑身都湿透了，你别计较那么多了。来，我这有一条新毛巾，你先拿着用。我家没有男人的衣服，我那个浴袍你先凑合穿，等会儿我给你下单外卖买条新的。啊，去吧。这个男人是谁？这位经常陪在夫人身边的医生名叫顾倾城。这个男人经常带着他和他的孩子来找夫人，夫人并不抗拒他在身边。够了，不用再说了。江季月，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用那种眼神看着别的男人？那明明是只属于我的温柔。爸爸，是不是妈妈真的找到了？真的吗？江季月，这么久，你一次都没联系过孩子，却在异乡对别的孩子笑得那么开心。爸爸，我们去找妈妈好不好？我想妈妈了。安排私人飞机，预约航线。是。我们去接妈妈回家。小江姐姐，你看我捏的小兔兔，好可爱的小兔子啊！那小兔子是不是应该有个圆圆的鼻子呀？你们两个把这里当战场了。喝点水。啊，谢谢。我自己来。小江姐姐，我好开心啊！要是一直能和你和舅舅在一起就好了。可以吗？我知道你有一些不愿意面对的过往，但总会过去的，不是吗？程程很喜欢你，我也是。那些过去真的能彻底忘掉吗？程程，来，喝水来。谢谢。我们来日方长。江季月曾经那么爱我，还都愿意忍受6年的冷落，还都从来舍不得让孩子们伤心。只要看到我们亲自来接，他一定会跟我们回去。
至于那个医生，不过只是个医生罢了。爸爸，我们真的能见到妈妈吗？肯定的，妈妈只要见到你们，一定会很高兴。风总，已经确认夫人的位置了，她现在在城东的一家陶艺馆，和那2个人在一起。备车，现在就过去。好的。爸爸，妈妈真的会原谅我们吗？放心，只要你们诚心向妈妈道歉，她肯定会原谅你们的。我好像许久没有见到过江君月如此开怀至极的笑容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妈妈，我们好想你。妈妈，你是不是就为了这2个人才离开我们的？这里不欢迎你们，请你们出去。吉月，我们今天是来带你回家的。家？哪个家？对不起，妈妈，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妈妈，原谅我们吧。爸爸已经把舒涵阿姨赶走了。爸爸说，以后只有你一个人。我说了，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的。不是所有的事情用道歉都能得到解决。为什么，妈妈？难道你不爱我们了吗？害我跌下楼梯，诬陷我给你们吃芒果点心，这不都是你们做出来的事吗？我一直竭尽全力的去照顾你们，去爱你们，最后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。妈妈，从前是我们不懂事，现在我们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别不要我们。妈妈，对不起，小玉也知道错了，求你别不要我们。小江姐姐，你要走了吗？程程，我……程程，无论小江姐姐选择去哪里，我们都应该尊重她的选择。而且，就算姐姐不在这里，以后也会常来找你玩的。这个陌生的人，凭什么用这么亲密的称呼？凭什么抱着孩子站在江季月身边，仿佛他们才是你家人？江季月，别任性，孩子们需要你。你作为母亲，不抚养自己的孩子，难道去抚养别人的孩子吗？我任性，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我，不然不会一次次用最难听的话来剜我的心，逼我离。妈妈，我们错了，以后我们只爱你一个人，再也不伤害你了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有什么资格插手我们的家事？我是江季月的朋友，我想伤害他的人应该没有这个资格问我这个问题。小江姐姐，我们做的碗还没完成呢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说的。程程，我们下次再来做小碗，好不好？好。走。妈妈，心月，放开！风林川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你要怎样才能罢休啊？江季月，
我们好好谈谈好不好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出去。你放手！方林川，你疯了！我警告你啊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离婚？我都没有同意，你凭什么离开我？江季月，你别闹小孩子脾气了。这些时间孩子都在等你回去，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好好说吗？以后是该彻底做个了结了。好，明天下午书店对面咖啡馆。好。妈妈，你还在生气吗？我们真的错了。坐吧。过来吧。这个是我给孩子们整理的成长日记，里面有他们从小到大的生活习惯，包括过敏记录和用药记录。他们现在已经不小了，我相信你可以照顾好他们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需要这个。季月，你还是不明白吗？我们只想让你回去。风林川，你之前不是说过，风家女主人的位置就应该是孟书涵的吗？那现在我走了，不正好给孟书涵腾位置吗？爸爸，快点，再快点！舒涵阿姨还等着我们给她送药呢。江季月，你又发什么疯？风林川，我是你妻子，小玉和小月是我亲生的孩子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每天总对别人嘘寒问暖的。你们这样，我甚至我分不清在这个家里到底谁是妻子，谁才是母亲。简直不可理喻！要不是你横插一脚，这里的女主人本来应该是舒涵。你说什么？走开，我要去给舒涵送药。不行！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而且不会再发生了。穆舒涵也绝对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，所以你可以放心跟我们回去。是啊，妈妈，跟我们回去吧。小月保证再也不欺负妈妈了，小玉也保证会乖乖听话，再也不调皮，让妈妈操心了。曾经我把一颗滚烫的真心摆在你们面前，你们不屑一顾。如今我已经心如死灰了，你们又想让我回去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林川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再也回不去。你带着孩子们走吧。不，离婚协议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骗签的。季月，你知道的，我从没想过跟你离婚。你觉得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季月，我知道，你一直遗憾我们是家族联姻，特别希望能有一个求婚。今天我就帮你补上。林川，今天李氏集团的千金被求婚了，可惜我们是联姻。哎，林川，要不你给我求一次婚，或者我给你求。够了，江季月，认清你自己的身份，我们只是联姻关系，别妄想那些你不需要的东西。方林川，原来你不是不知道我想要什么，而是你从来都没有在意过我的感受。我们已经结束了，回不去了。季月，江季月，不跟我们回去，是不是因为这个顾倾城？方林川，你真的从来都没有了解过我。还记得这个吗？
那晚我在医院整整缝了12针，你跟孟书涵一家人在家里其乐融融，母慈子孝。啊，是怪兽！书涵阿姨，我好怕。不怕不怕，阿姨在这儿呢。书涵阿姨真好，如果你是我妈妈就好啦。就是啊，爸爸，让妈妈赶紧离开，让书涵阿姨当我们的妈妈。你觉得你看到了这些，我还有什么理由可以留下来？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是那次，我跟孟书涵一起被困在电梯里。林川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林川，快救救我！林川，快救救我！我的腿受伤了。风总，2位小姐腿都受伤了，失血过多，情况危急，现在只能救一个人，要先救谁？救书涵。先救书涵阿姨！先救书涵阿姨！快救她！差一点，就差一点，我这条腿就保不住了。季月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说不是故意的，可我受的这些伤害，凭什么因为你们一句句轻飘飘的不是故意的就不复存在了？妈妈，对不起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们再也不那样了。妈妈，我们知道错了。曾经真的非常爱你，但是被你们一次次伤害之后，我们之前的情分就已经尽了。风林川，我这次来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。我还有自己新的人生要过，我不想再陷进泥潭里，再跟你们继续做无谓的纠缠。妈妈，不要走！曾经，我拼尽全力去爱，你们却视若无睹。如今，我绝不会回头。小江姐姐，你还好吗？他们有没有欺负你？姐姐没事儿，我们回家吧。嗯。一切都结束了。走吧。妈妈这一次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们了？季月，风林川，你来干什么？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吧？是孩子们吵着要来，我没办法。妈妈，是我们呀，爸爸带我们来这里的，求你别不要我们。妈妈，求求你了，不要抛弃我们。妈妈，芝麻怎么当了呀？孩子哭这么伤心，不哭。就是，亲生骨肉也那么狠心抛弃，报警吧！这种人就应该让警察治治。各位别拍了，这件事情不是大家看到的那样。况且，未经他人允许就拍摄他人影像，已经涉及侵犯肖像权。要是发到网上，别怪我报警处理。不要怕，有我在。姐姐别怕，程程也会保护姐姐的。这风总自大学便将孟小姐宠得热烈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眼里还是只有孟小姐，
有些人啊，绞尽脑汁嫁进来，生了孩子又怎样，还是得不到丈夫的心。我看她这辈子注定孤独一生。先生，这些人如此欺负夫人，要不要上前去制止一下？不必了，江姬月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如果连自己都保护不好，她有什么资格做我封家女主？原来我竟从未站过她的位置上，考虑过她的感受。小月，小月，我们回去吧。不要，我不要妈妈！是你说今天会带着妈妈跟我们一起回家的，是你亲口说的。风凌川，赶紧把孩子带走吧，别纠缠，抚养费我会按时打到你的账上。你再纠缠，我就报警。风玉，我们走。姐姐，你是不是不开心呀？没有啊，程程，姐姐没有不开心。你先看绘本吧。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对不起，妈妈，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妈妈，原谅我们吧。爸爸已经把叔和阿姨赶走了。爸爸说，以后只有你一个人。他们看起来好像瘦了。舅舅，我们给小江姐姐做个礼物好不好？好啊，程程想做什么？做房子，这样小江姐姐就有新家啦。姐姐别难过，等房子搭建好了，我再教你搭建小人好不好？程程为什么要给我做房子呀？因为小江姐姐不开心，我想让小江姐姐开心起来。舅舅说，房子应该是让人开心的地方。好啊，程程，那我们快开始吧。小江姐姐，你等着，晨晨要给你做新家啦。原来在不知不觉中，这两个人已经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。倾城，程程，遇见你们，我很开心。小江姐姐，那你能和我们永远在一起吗？就像一家人一样。姬月，你很荣幸和你们成为一家人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晨晨有舅妈啦！姬月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跟江姬月联姻时，我对她根本毫无感情，甚至连婚礼都迟到了。可她不仅没有计较，反而在婚后兢兢业业，从未抱怨。早餐我已经做好了，你胃不好，我给你熬了养胃粥，你吃点去。不了，我早上还有早会，先不吃了。再忙也要记得吃早饭，对吧？那个，你就吃点。我说了不需要，不需要！别拿这些东西来烦我。后来，婚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不想看见他，所以常常夜不归宿，
可不管我什么时候回来，都能看到他在客厅里静静的等着我家。你回来了。你那时根本就不喜欢我，所以根本不会多看他一眼。可是这样的事情他一做就是许多年，直到后来，我终于会为他挺住脚步，甚至还会为他盖上被子。但这一切好像在孟舒涵回来之后就变了。舒涵经常拜托我为他处理各种事情，渐渐的，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连带着孩子们也跟江基月越来越疏远。江基月，我好像真的失去了你了。爸爸，这是妈妈给我们留下的。今天是我跟林川的3周年结婚纪念日，我特地选了他最爱吃的糖醋排骨。可惜林川出差了，小月说钻这糖少了，下回注意，一定要让林川吃到最美味的糖醋排骨。今天是月月的3岁生日，我亲手为月月做了一个草莓芒果夹心蛋糕，没想到月月和小玉这2个小家伙竟然遗传了我芒果过敏，下次千万注意。原来这些年江基月在背后付出了这么多。妈妈那么爱我们，可是我们还得要伤害她。爸爸，我们明天再去找妈妈好不好？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好好说对不起。小月，我们这次真的伤害到妈妈了。我们给妈妈一些时间，说不定再去找妈妈的时候，妈妈就会回来了。江基月，我终于明白了你的心，我会想办法让你回心转意的。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带程程来买绘本的样子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怎么这个小学妹过了这么长时间还这么美？你真会贫嘴。舅舅，小江姐姐，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？舅舅在问小江姐姐愿不愿意永远和我们在一起。真的吗，小江姐姐？你要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吗？这3个月以来，我常为风林川和风玉、风月伤心难过，顾倾城却默默支持我，并且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温暖我的生活，让我慢慢走出风家带给我的伤害。我们好似早已成了一家人。舅舅，快给小江姐姐戴戒指，就像电视里演的那样。啊！江基月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或许我也该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我愿意。傻瓜，还不赶紧给我戴上！小月，你知道我盼这一天盼了多么久吗？下个月初3是个好日子，到时候我去发请帖，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回家。基月，你放心，余生我绝不会辜负你。太好了，小江姐姐终于是我的舅妈了。舅舅，你以后可不许欺负小江姐姐。是，谁敢欺负程程的小江姐姐啊？这些年，小雨和月月想着江基月成日无精打采，茶饭不思。孟小姐，现在吩咐我不让您进。孟小姐，滚开！你来干什么？滚！别着急啊，我是来告诉你好消息的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江基月在外面早就有别的男人了。你看，他们都要结婚了。
这不可能！爸爸，你骗人！你明明说爸爸会回来的，他现在又跟别人结婚了这你不要演员了？你妈妈早就不要你们了。爸爸，妈妈一定是跟我们开的玩笑，妈妈肯定不会跟别人结婚。爸爸，你快去带妈妈回来。你别听他胡说，别听他胡说。风林川，你别自欺欺人了，婚礼就在3天后，不信你可以自己看啊。还没有弥补这现在对江继月的伤害，她怎么可以嫁给别人？不，绝不可以！现在有请我们的新郎新娘入场。真是金童玉女，好生般配。小月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嫁给你，是我最大的幸福。新郎顾倾城，新娘江继月，你们是否愿意彼此缔结誓言？今后无论贫穷还是富贵，疾病还是健康，顺利还是失意，美貌还是失色，你们都愿意爱对方，尊重对方，安慰对方，且一生一世矢志不渝，陪伴彼此到生命的尽头吗？我愿意。我愿意。不要！别怕，我来处理。我来就好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江继月，你是我的夫人，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你绝不能嫁给他。继月，从前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总是忽略你，不该把穆书涵随意带回家，更不该不尊重你。我向你保证，从今往后，我会爱你，护你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妈妈，月月也知道错了，你别跟别人结婚，月月不想让你成为别人的妈妈，求求你了，妈妈，跟我们回家好不好？风林川，你从来不顾及季月的感受，现在又大闹婚礼现场，你连起码尊重都不给他，你又有什么资格让他给你机会？继月，继月，跟我走好不好？跟我回去。风林川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不，继月，求求你给我个机会，给我赎罪的机会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妈妈，别丢下我和弟弟。这新娘真是狠心啊，居然抛夫弃子再婚。瞧瞧那孩子，又瘦又小又可怜的。就是，这当妈的也狠得下心，简直不配为人母。当初是你们带着小三登门入室的，一口一个让他离开，给你们新州封家女主人腾位置，现在有什么资格让他跟你们回去？该走的人是你们才对。这是我们的家事，轮不到你管。继月，你不在的这些日子，孩子们茶饭不思，每天都在想你。求求你，就算你不看在我们夫妻情分的面子上，看在孩子面子上，回去好不好？够了，风林川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的话，就带着我的孩子离开我的婚礼。无论你说再多的话，从你们伤害我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了我再也不会回头。如果你们再纠缠的话，就别怪我报警。继月，
林川，你的结婚戒指放哪去了？丢了。是不是工作太忙，不小心弄丢了？我其实可以明天。够了，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，丢了就丢了，以后别拿这事儿来烦我。还有，记住你自己的身份，我和你只是联姻关系，你难道还指望我手中的破戒指也深情戏码吗？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，给我个机会好不好？孩子们不能离开你，我也离不开你。太晚了，风林川，我们之间早就千疮百孔，回不去了。况且我现在已经找到了真正爱护我的人，是他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被人爱护是什么样的滋味。风林川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姐，再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吧，我保证从今往后，我的眼里只有你和这个家。你总是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，但是我的心已经一次次在被你们伤害之后彻底死了。别再沉迷于过去了，回去吧。不要妈妈，我们会乖乖听话的，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求求你了，跟圆圆一起回家吧。叔叔，求求你把妈妈还给我吧，好不好？别再沉迷于过去了，去过你们的新生活吧。我也要开启我自己的新人生了。风月，风月，再见了。妈妈！这门婚事我不同意。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伯父伯母你们好，我是顾倾城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滚开！风林川，是你把他们喊来的。姬月，岳父岳母是来劝你回去的，乖乖的，跟我走。江继月，身为江氏子弟，竟然敢肆意妄为，跟风总离婚。风氏跟江氏的联姻协议，当是废纸吗？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，跟一个不知底细的野男人结婚，让我们江家的脸面丢尽了。赶紧给我滚下去，乖乖的跟风总道个歉，跟他回去。此事就至此作罢，否则……爸妈，从小到大，我上什么学，我交什么朋友，甚至连结婚都是你们做主。在你们眼里，从来都没有把我当成过亲生女儿，我只不过是你们利益置换的棋子罢了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听任何人摆布。这场婚礼我决定了。好，这就是我辛苦20多年养大的女儿，竟然敢公开忤逆长辈。江继月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若是敢结这个婚，就没有我这个妈。没错，一个只顾自己开心，不顾家族利益的东西，江家容不下你一个不孝女。我不孝，在你们的眼里从来都只有江氏利益。你们有没有关心过我为什么会离婚？那还不是你自己做的？我作，结婚6年，我为凤林川诞下1儿1女，上到孝敬老人，下到养育子女，我从来没有过半句怨言。但是我换来了什么？换来了这一身伤疤。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跟我回去，我会好好待你，从今往后不会让你受到任何委屈。好好待我？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凤林川，你不仅将你婚前的白月光带回家里，连孩子都让别人做妈妈。你说这样的婚姻，我还有什么留下去的必要吗？够了！就算这样，你也不该这么任性的离婚啊！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么离婚给咱们江家带来多大的麻烦了？何况风总也说了，只要你回去，就会好好待你。你还想怎样？现在立刻给我滚下去！带风总回去！我不去。喊了你了，江继月，只要你清江一天，你就必须听我的。继月，听话，跟你爸和风总道个歉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请在座的各位做个见证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与江家断绝关系。你说什么？既然你们把我当做江氏与风氏换取利益的筹码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我江继月与江氏再无半点关系。没想到江氏这么大的集团，居然依靠卖女换取财富，这江继月也太惨了吧！谁说不是呢？看看这江小姐身上大伤小伤的，做父母的不心疼也就算了，还将自己的女儿往虎狼窝里推，真没见过这样做父母的，真是心狠。反了你了，江继月，你不孝不悌，妄自跟江氏断绝关系，对得起辛苦创立江氏基业的先辈吗？告诉你，封家有
回也得回，不回也得回。来人，把这个不孝女给我带下去！够了！这26年，我受够了被你们操纵的人生。今天就算你们打死我，我也不会跟你们回去，因为我跟倾城领证了。什么？江季月，你好糊涂呀！简直荒唐！江季月，你好得很呐，竟然翅膀硬了，敢擅自做出婚姻大事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婚姻我绝对不同意。从江枫两家联姻那一刻起，你便生是封家的人，死是封家的鬼，就算是死了，也得埋进封家的祖坟。江季月，我命令你，现在立刻马上就回去离婚，然后和封总复婚。原来在你眼里，我就像死也不属于自己。既然我敢结这个婚，我就做好了永不回头的打算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来人，不孝女给我带下去！只要有我在，我看你们谁敢动她！还有我，程程要保护九男。连程程这样一个小娃娃都知道护我爱，可我的至亲骨媳妇却只想利用我，榨干我。江季月，你就是这样做母亲的吗？你不仅害人，你还逼他们撒谎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担当都没有，配做什么母亲？江季月，既然你如此不知悔改，那你就应该自食恶果。来人，按住！江季月，别忘了，江枫两家本就是政治联姻，我跟你从来就没有感情。你要我给你什么？爱吗？抱歉，我给不了。封总，两位小姐腿都受伤了，失血过多，情况危急，现在只能救一个人。救书涵，原来不是我没有机会站在你的身边，而是每一次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都将你无情的推了。不许你们欺负小江姐姐！来人，把小姐带下去，不惜一切代价。除非我死了，否则谁也别想把我带走。宁愿死都不跟我走。是，我就算是死，我也不想活之前那样的日子。逆女，你够了！我愿意放手。江季月，这一辈子我欠你太多，我不谈了，我还你自由。我有爸爸，爸爸，你是骗子，你说好要将爸爸带回家的，我不管，我就要爸爸！坏爸爸，就是因为你带出阿姨回家，妈妈才走的。你现在还不让爸爸回家？要是你不把妈妈带回家，我就再也不认你这个爸爸了。把冯玉、冯月带下去。小女不懂事，您别见怪。您放心，我今天将她带回去，然后让她离婚，江枫两家再结。够了！从今往后，江枫两家解除联姻关系。什么？这……封总，你这不可呀！行了，此事就此作罢。联姻合同解除协议，我回去就发给你。封总，江枫两家即将同气连枝，这婚约解不得呀！只要江氏不再难为江季月和江氏的合作，一切按照联姻合同。除此之外，我是愿再让利2%，但前提是你们要让江季月过上安稳的日子，否则我不介意让江氏从京城消失。是，封总，您放心，只要你合同没问题，我们江家不会追究江季月的过错。风林川，你到底在耍什么把戏？如果你想要这个逼迫我回去，我劝你死了这个字。不，我没有恶意，只是想还你自由，就当做是我的祝福。出去吧，你们也走了，我开始我的婚礼。你这个逆女！再见了，江季月，祝你幸福。现在我们继续宣誓吧，新娘，你是否愿意嫁给面前这位新郎？今后不论贫穷还是富贵，疾病还是健康，美貌还是失色，顺利或失利，你都愿意爱他、安慰他、尊重他，陪伴他到生命的尽头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 妈妈，你别走着！
别怕，我在呢。小月，你会后悔吗？我现在过得很幸福，前路一片光明，我不会回头看了。舅妈，它好可爱，我可以收养它吗？当然可以啦，这是我们的家，你说了算。